Hello，小伙伴，因为工作的原因啊，我又被隔离了啊。这次呢是要被居家隔离5天啊，所以在这期间我也不能出门。然后，我就突然想到啊，就是之前我一直在说，就是我不是个爱吃肉的人啊，然后你们都不信啊，所以为了证明这件事儿，我决定就我居家隔离期间我吃的所有的东西，我只吃素啊。我们来一次挑战看一看，开始。就这样，我的隔离生活开始了。坦白说，一开始还是有一些开心的，因为前段时间一直在出差，整个人都非常疲惫。我觉得隔离可以让我好好休息一下。我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作息计划，比如每天要早起打扫卫生，每天要做10000个俯卧撑5、20、500，每天要听楼下的老前辈讲生活，一聊聊一天，就连口水都不带喝的。我甚至还给自己立了一个 flag， 在隔离期间，我要全部吃素，鹰嘴豆泥很香，但是肯定没有烤羊肉串香。然而才过了1天，我突然发现，我平时的生活是2点一线，在隔离的时候变成了2顿一线，吃饭躺平再吃饭。晚上点了一份素炒粉儿，大饼啊搞的这个贵州辣椒酱。大家要是喜欢了，可以去我们食频道淘宝店铺搜一下，这个辣椒可以，这个辣椒配这个河粉吃绝了。学习也开始变得没有效率，打开手机发现屁都没有。在日理万机的自我定义与闲得蛋疼的美好现实的反差之下，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：生活和食物的关系到底是什么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的喜怒哀乐似乎都可以和食物有关。把这个米饭倒进去，这么一拌，好家伙，哎呀，看好了啊，我开始吃了。口腹之欲是我们在世俗生活中最合法也最直观的庆祝方式，特别是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之后，我们可以变着花样的去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。大学毕业的时候，和同学一个个海誓山盟，信誓旦旦，多年之后身家过亿，校园再相见。只是，那是2007年的梦想。15年之后，当年校门口的大腰子从7块涨到了30，校门口的房子从4000一平涨到了4万一平，而信誓旦旦的我，只是从140斤涨到了180斤。而梦想，真的就成了梦想。我们依然活在当下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厌倦了总是充满期待的自己。那样的自己像是一个扫地机器人，最大的骗局在于，你总以为它会按照你想的路线发展，可到最后发现其实根本不是。如果过远的期待成为快乐的源泉，那么生活就会痛苦无比。倒不如把眼下的地扫干净，会让自己更踏实、更宁静。这就是现实和游戏的区别吧。不管你是谁，游戏的最后你都一定是装备顶级，你甚至都不急去救公主，因为那个世界是围着你转的。我说的是单机游戏。其实我真的很幸运，在北京隔离的生活，我可以变着花样点各种外卖。这是我今天的不让吃了。我点的是这个缤纷蔬菜啊，但是他在这个面包这尾巴这刚才给我夹了一堆三文鱼，不是三文鱼，那个金枪鱼。天呐，我说怎么缤纷蔬菜吃出鱼味来了？就是这样，你说我不是个爱吃肉的人，老天非得让我吃肉，你们说烦不烦？可在隔离的最后一天，我给自己点了一套烤鸭，我靠，我受不了了。什么时候烤鸭可以变这么好吃了？你看。
那顿烤鸭，我吃出了刘若英在《天下无贼》里的状态。终于，我的隔离生活结束了，分享一段我最喜欢的歌给大家。这是小时候看的电视剧，隔离的时候我也在看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。隔离的日子里，我发现同样的20分钟，如果是在刷手机，嗖的一下就过去了；如果是在看书，就会觉得特别漫长。此处有同感的可以扣个1。其实不管你怎样过，你的一天都会很快过完的，大概就像是我们的一生。那如果是这样，努力的去工作，用心的去面对每一个出现在生命里的人，快乐的享受每一顿可能遇到的饭，把眼前的每一件小事做好，大概就是快乐的真谛吧。居然还胖了3斤。